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聊聊赛车椅。很久了，我的频道刚开始的时候，我有介绍原厂椅子的拆除跟分解。那在那一片里面，我有提到赛车椅这个东西。那目前你们可以看到，这个是 Sparco 的。这张椅子非常非常久了，几乎在网络上已经找不到这一张的照片。可能有类似的。我现在介绍好了。一般以赛车椅来讲的话，基本上两个材质，一个是纤维的，纤维的就可能碳纤维啊、功夫龙啊，那些都属于纤维椅子。然后再来就是金属的，像这一张它里面是钢管的，这张是钢管椅。以市面上来说，赛车椅主要就是以这两个材质为基准。纤维椅它标榜的是轻，然后体积比较小，然后问题是，毕竟玻璃纤维啊、碳纤维这种东西，你只要一经受到，假设你坐在椅子上面，然后今天，可能在操驾过程中，人坐在上面嘛，然后你可能会左右晃，可能晃久了，或者那个离心力太大的时候，可能会造成玻璃纤维本身，或者我们简称纤维就好了，可能会造成纤维体本身内部的破裂。那如果这个破裂没有被发现，它总有一天椅子会整个垮掉，整个裂开，或者说你在行驶过程中，车子遭受到撞击，那个的几率非常大，就是那个加速力，那个力量非常大，那个也会造成纤维椅子本身的内伤。所以说，基本上纤维椅子简单来讲就是轻，然后应该就是轻而已啦。那它虽然很坚固，但是它可能并不耐用。那以金属椅子来讲的话，像我刚各位介绍这种钢管椅，它的缺点是重，但是它非常耐用，甚至你真的不小心去遭受到撞击，导致它变形的话，你可以试着把它凹回去，懂我讲的意思吗？因为金属它，可塑性比较好，它不像纤维椅那样子做出来以后，可能就是永远就这样子了，你不能去跟动它。像是我知道一些小厂的椅子，或者说，有一些可能比较没有认证的椅子，你基本上你去凹着它，凹久了，你可能会听到啪啪的声音。那就因为纤维椅子它是很多层玻璃纤维去夹合起来，它每一层如果中间裂开了，然后产生间隙，久了就会从那边开始破掉。稍等一下，我带各位去看我另外一张纤维椅子。像我这张椅子也是Sparco的，这边可以看到 Sparco， 它就是在制作过程中，这边有压一张贴纸。那这张我没记错的话是 REV， 然后它是纤维椅子。然后纤维椅子比较麻烦的就是怎么说？就像刚刚讲的，它是一层一层的叠加起来，然后它可能年份有了，时间久了，它的纤维体可能会出现老化。所以这是我刚刚讲的，纤维椅子它的优点就是轻，然后缺点就是比较不耐用。那赛车椅通常有一个毛病，就是这个泡棉都会老化。那因为这张它的布
它里面那个有点像是装潢，汽车装潢用那种布，它一层布，然后后面有一层薄薄的海绵，那个都已经粉掉了，所以这张椅子我要整理啦，问题是真的都没有时间，然后这张已经脱光光了，所以就先放在这边。然后像赛车椅都有一个共同的毛病，就是我刚刚讲的，它的这个海绵，像这层布，这边应该可以看到，这层布它本来是连接着网子，它是粘着的，但是久了可能脱胶啊，或者说不当拉扯，它就会分离。然后再就是海绵的老化，它会粉化掉，像这边都空掉了，这个就还要再补。然后，我目前来讲，我几乎很少在路上看到有朋友装桶型的赛车椅了，可能有装到的都是。比较属于一般椅子可以折叠的。那以路面上可以看到装全桶型座椅，像这种都叫桶型座椅，跟我刚刚给各位朋友看那张都一样。赛车椅，只要是可折叠的，就是可以倾倒的那种赛车椅，它基本上多半都是钢管椅，除了那个怪兽椅 Brody 出的那种怪兽椅，它主体，它上半部跟下半部都是纤维的，它唯有就是在可倾倒那些关节是用金属的，那种折叠椅就属于算是很轻量化了，因为它所拥有的金属件不多。会装到赛车椅的朋友，我说实在话，会装到赛车椅的朋友多半都属于比较热血，然后想要享受那种被包覆的感觉，真的桶型座椅的包覆感真的非常好。那一些比较可倾倒的那种椅子，它的包覆性也可以做到很好，问题就是它可能体积都比较大。以我知道的，我刚讲的那个怪兽椅，Brody 那个可倾倒的赛车椅，它会比桶型座椅宽，然后会比那个纤维椅重。那一样的道理，这张椅子它只比原厂的椅子轻了1/3。基本上来讲啦，如果不管是桶型座椅还是可倾倒的赛车椅，他们一定都会比原厂的，当然除了那种超跑，它本身配的就是那种可倾倒的赛车以外，基本上只要是赛车椅，一定都会比一般家用车的椅子轻很多。那以比较简单的说法就是，如果是纤维的桶椅，它可能只有原厂椅子的1/3甚至1/4的重量。那像这种金属的钢管椅，它可能只有原厂椅子的一半或者2/3的重量。那像刚刚讲的那种 Brody 的那种怪兽椅，它可能只有原厂椅子重量的一半，或者可能接近1/3。基本上会改赛车椅的朋友，要么就是想要稍薄一点，然后想要享受它的包覆性，想要轻量化。当然，如果你下场跑比赛，那一定要装赛车椅，所以这个是一定这个如果是正规赛，我印象中赛车椅好像是必备的。那如果是可能一些比较车友聚会啊，就是车友下去跑的比赛，可能
就没有这方面的硬性规定了。其实这张椅子我不太记得它原厂的名字了。虽然市面上仿的椅子很多，但是我还是比较建议各位，如果真的要装赛车椅的话，记得一定要装有品牌、有口碑、有 FIA 认证的，一定是比较好。然后椅子的挑选，切记一定要试坐，然后一定要搞懂自己的需求。以赛车椅的安装，就是切记一定要亲自的下去坐，试坐，去乘坐去感受那个包覆性。然后要记得哦，你在做的时候，你不要说夏天去做，你就挑那种很紧的，坐下去真的包得很紧的那一种，那种你那样子下去选椅子，你到冬天你会非常难受，因为太紧，你可能你穿着外套你会坐不下去。然后再来就是你要清楚你的用途，如果你的车还是比较偏向于有在代步、有在载人，一定要稍微的去思考一下，可倾倒的椅子跟桶型座椅，哪一个会比较符合你的需求？好了，这个就是今天赛车椅的介绍。虽然很简单，但是这也是我的经验啊。其实我这张椅子可能整理，我可能会装上我这台车。其实我2张椅子都想上去，因为我是4门车，我前座放2张桶椅应该是没有问题，不会影响到后座的上下。只是比较麻烦的是可能副驾，因为说实在话，赛车椅你可以看到它旁边这边很高，所以在坐的时候稍微要有点技巧。那如果可以的话，整理好装上去会很帅。好啦，这个就是今天赛车椅的介绍，谢谢各位，拜拜。